大家好，首先我们先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使用 Stability Matrix 来安装并且使用 Stable Diffusion。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关于 Stable Diffusion 的教学影片，但是其实有很多都已经是过时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免费的使用 Google Colab 来在云端上面执行 Stable Diffusion， 因此我们不如来建立自己的一个环境。有了自己的环境以后，想要怎么样子来产生各式各样的图像，都会非常的自由，而且也不需要任何的费用。因为现在 AI 绘图的技术方兴未艾，那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自己建立好的环境来掌握新的 AI 技术，对于将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其实只要有了 NVIDIA 的显示卡，就可以无限制的来练习 AI 的绘图，它的投资报酬率是非常高的。再者 Stability Matrix 它跟 Stable Diffusion 的整合度非常的高，透过它我们就可以不用把精力花在 Python 等等的技术上面了，而是直接拿它来直接做练习，就当作是一个绘图的工具，既简单又方便，也不用花脑筋，因此透过 Stability Matrix 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的工具。在今天的影片里面，我们先来介绍几个 Stable Diffusion 的基本观念。当我们掌握了这一些基本观念以后，就能够更加容易的来使用 Stable Diffusion 了。Stable Diffusion 它使用的模型有下面这几大类。那在讲解的过程中，我们如果去对照模型网站 civitai.com， 透过 civitai.com 上面的这些范例，就可以对这些模型形成更直观的一个认识。首先，所有的模型都是来自于所谓的 base model， 也就是一个基底的模型。这个基底的模型是 Stable Diffusion 的公司 Stable AI 公司它开源而来的最基础的底层的模型。最常见的这些底层的模型有 SD 1.5 这个版本， SD 2.0， 还有更大型的 SDXL 1.0 等等。civitai.com 上面它就会有一个 base model 来跟我们说明到底我们使用的这一个底层的模型是哪一个。建议大家在开始学习的时候可以先由 SD 1.5 开始，因为这个模型它的档案大小比较小，在产生图像的时候也能够快速一点点。透过这个 base model 再来做一些运算跟练习而形成的更高画质的图像，它的模型就被称作的是 checkpoint。 通常我们需要图像生成要指定的模型就是来指定这个 checkpoint， 那通常我们会把它称作是大的模型。它是由 base model 为基础来微调形成的模型，它可以生成品质更高的图像。也就是说，透过 checkpoint 可以形成图像的基本的风格。比如说我们是想要产生成真实的风格，或者是卡通的风格，这个不同的风格就是由不同的 checkpoint 来组成的。我们可以合并多个 checkpoint 来形成一个合并以后的 checkpoint， 也就是可以把1+1两个 checkpoint 把它变成合并以后的模型。这个合并以后的模型呢，就被称作是 checkpoint merge。第三种大的类型也是选项的一个模型。这个选项的模型我们通常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小的模型，它是附加在 checkpoint 上面的微调的模型，可以把它当作是修补或者是类似滤镜功能的模型。通常它会用来增强或者是改变图像的风格。我们可以把 checkpoint 当作就是 AI 画家的一个基本的画工。这些选项的模型就是要求 AI 这个画家要按照指定好了这些小模型来产生新的图片。这一些选项的模型常见有下面这几种。第一种叫做 texture inversion， 也就是材质的反转。那通常在 Web UI 里面会是用 embedding 的方法来指定的。那它通常就是会用新的关键词来产生新的特征，也有很多的情况下是来指定负向的提示词的。然后第二种呢叫做 RORA， 是 Row Rank Adaptation 的一个缩写。那它其实就是只是这个 AI 要按照某一种我们指定的风格来产生图片。比如说指定了一个国风的 LoRa， 它就会用汉服的方法来呈现新的图像。第三种叫做 VAE， 那基本上就是用在调整整个图像的亮度或者是饱和度的时候，可以透过 VAE 来做设定。那下面我们就说明一下 Stability Matrix 要怎么来下载 checkpoint 跟 LoRa 这几个常见的模型。
当我们进入 Stability Matrix 以后，可以先点击一下3横线，把功能表的项目名称都显示出来，接着就再点击最后面这个 Model Browser， 透过它就可以来过滤需要的各种模型。首先可以看到它这个排序的方法，在这边可以去指定是用最高评价的或是最多被下载的次数来做排序。接着就是模型的产生的时间，如果想要查询所有的模型的话，就是使用这个 All Time。那接着就是模型的种类，是要用 Checkpoint 还是用 Aurora 还是要用 Texture Inversion 或是 VAE 等等，都可以在这边来做选择。假设要使用这个 All， 那就是所有的模型包括 Checkpoint 包括 Aurora 通通都要来做搜寻，那就选择它。然后它的 Base Model 也就是你想要的最基本的这个模型是用 SD 1.5 还是用 SDXL 1.0， 可以先使用这个 SD 1.5。接着就是输入你需要的这个模型，比如说我们要找这个卡通风格的 Anything， 输入 Anything 以后再点击 Search，它就会到 Civit AI 这个网站呢来做查询，并且把所有符合条件的模型展示出来了。那假设我们来选择第一个这个模型，找到第一个模型以后，直接点击 Import Latest， 它就会马上做下载了。那另外，如果你要在网站上面去查看这个模型的话，可以在上面这个点击一下，这边就会有一个 Open on Civit AI， 点击了以后，它就会把浏览器导向你指定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模型它的 Base Model 是 SD 1.5， 它的类型是 Checkpoint Merge， 也就是它其实是 Checkpoint， 但是合并了多个 Checkpoint 而形成的一个新的 Checkpoint 模型。再切换回 Stability Matrix 来等待它下载完毕。当我们下载的 Checkpoint 已经下载完毕以后，就可以点击 Checkpoints 这个功能选项，在 Stable Diffusion 的项目里面就可以看到刚刚下载的新的模型了。在这个模型的上面点击右键，再使用 Open on Civit AI， 它就会在浏览器上面显示出这一个模型它的页面。在这个页面里面可以找到要产生的一个图片，在它的右下角这边会有一个 I 这个符号，点击它以后，它会弹出这一个图像到底是使用了什么 Web UI 的参数来产生的。比如说它这边会有它的正向的提示词，下面是它的反向的提示词等等等。在这个详细资料的画面上面，点击最下面的 Copy Generation Data， 点击以后，它会把这上面所有的设定全部储存到系统剪贴簿里面。接着就是到 Web UI 里面，把刚刚复制到系统剪贴簿的内容给张贴到这个正向提示词的输入栏位里面。现在点击 Ctrl V， 把它所有的设定全部贴入正向提示词，然后接着再点击 Generate 左边的箭头符号，点击以后，它就会把各个不同的参数分别填到各个需要的栏位里面。先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剩下的就是正向提示词，然后负向提示词它就会自动把刚刚贴入的内容呢，会把它给贴到这个地方来。还有它下面所有的参数通通会产生到它设定好的栏位里面。这样子做好以后，你就可以直接来点击 Generate 来看看它产生之后的图像是不是符合需求的。图像生成以后，可以在图像上面点击一下，来观看它比较大的尺寸。接着再来说明一下其他几个在操作 Web UI 上面的重点。这个提示词，我们可以把它给建立成常用的提示词的词库。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可以透过 Generate 右下角的这个选单来对它做选择。假设我们需要产生出高画质的一些提示词的话，首先在正向提示词这边把游标放在第一个位置以后，点击一下，选择好高画质提示词的项目，再点击右边的样式的图示，再点击右边的这个符号，这个就是把所有选择下面的这些内容全部带到刚刚的提示词的栏位里面。所以我们就点击一下，它就会把刚刚输入好的内容附加到这整个提示词的后面。可以看到这个 masterpiece 就是刚刚加进来的一个提示词的内容，还有后面这个 easy negative 这一些也是刚刚加在这个提示词里面。那因此需要常用的提示词就可以透过这一个画面来做新增，可以在这边输入提示词的名称，然后把需要的内容写在下面，再按储存来形成第二个常用的提示词。这个是有关于储存常用提示词的一个方法。
接着在这个图片的下面，它其实就会有存档或者是开启资料夹等等的这一些按钮可以来选择。需要复制这个图片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一些功能来操作。最上面这边会是要选择用的这个 checkpoint， 刚刚并没有使用 anything 这个 checkpoint， 要点击一下重整 refresh 了以后再拉了这个下拉选单才会出现这个 anything。因此我们刚刚其实贴进来的这个 checkpoint 并没有选择到需要的 checkpoint， 但是没有关系，只要在选择好想要用的 checkpoint 以后，再重新按 generate 就可以了。这个图片其实是真实模型产生出来的图像。上面这边就是要使用的主要的功能，比如说从文字产生成图片，这个是从图片产生成图片，这个是额外的资料。后面这个 PNG info 就是只要拖拉图片进去，它就会把它使用的这些提示词还有其他的设定全部都会显示出来。Web UI 的设定就在这个 settings 里面可以来做设定，将来有需要做设定的时候再来详细说这一块。还有 Web UI 也有一些扩充可以来载入，因此也可以透过 extensions 这一个页签来做选择。然后在下面另外一个新的表单就是有关于生成部分呢，会在第一个分页里面。第二个分页就是你有安装过的 Texture Inversion 就会显示在这个地方，或者是安装过的 checkpoints 或者是 LoRa 都会在这个地方呈现出来。那这个 LoRa 要怎么样跟提示词来做整合呢？只要先把游标停留在提示词栏位里面，然后再点击一下需要使用的 LoRa， 点击一下它就会把这个 LoRa 需要的提示词的格式就会直接产生在栏位里面。这个就是 Web UI 很简单的操作的方法。今天我们只实际展示了下载 checkpoint 的方法。LoRa 的操作方法跟刚刚的 checkpoint 其实是一样的，只要在 Swift AI 找到要下载的模型的名称以后，把它输入到这个栏位里面，再点击 Search。那记得把这个 Model Type 改成 LoRa， 找到以后再点击 Import Latest， 就可以把它下载到 Model 资料夹里面了。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下载下来的这些模型怎么样子跟 Web UI 做关联。所有下载下来的档案呢，全部都会储存在 Data 里面的 Models 这个资料夹里面。我们的所有的 checkpoints 我们可以找到 Stable Diffusion 这一个资料夹。那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呢，它存放的就是所有的 checkpoints。这个资料夹其实是共用的。如果切换到 packages 这个资料夹里面的话 ，packages 里面就是所有安装的 Web UI 都会在这个地方。因为现在我们只安装了 Web UI， 那如果安装了 Focus 或是 DS Next， 它一样会产生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在这个不同的 UI 里面，它的关联一样是透过这个 Models 资料夹。看一下这个 Models 资料夹，可以看到在 Models 资料夹里面，再看一下 Stable Diffusion 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也是有跟刚刚一样在 Data Models 里面有所有的相同的内容，但是其实这一些档案是捷径，直接从命令行来看会比较清楚。在这个地方我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目录其实都是指向 Data Models 里面。透过这样的方法，安装了多个 packages 的时候都会共用下载好的所有的模型，这样子就不必每一个不同的 packages 都要安装一次新的这一些模型。今天就是有关于如何透过 Stability Matrix 来学习 Stable Diffusion 的安装模型的一个说明。希望透过今天的说明，大家可以对如何使用 Stability Matrix 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今天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